欢迎来到我们的超能觀察系列。比賽環節當中，哪一個環節你認為是最難？係揾人物嗰方面最難咯。呢直頭估到埋對鞋係卡皮鞋，哇嗰度先難。辨別姬紅呢個咧，佢本嚟自己都係一個通靈人物嚟嘅。咁呢個時候你可能需要通靈啦。係咪你通靈又能夠通得到咧？因為靈體都會呃人。林學咧本身標榜嘅術數勁啦，但一直之後咧都可以用咗通靈嘅方法。如果佢冇加通靈，係攞應該拿不到冠軍。冠軍嘅喺呢度咧，我亦都睇咗一個點，可能大家未必接觸過。我一直都好想人教人八字嘅，因為好多人覺得八字咧都冇運行，財運唔好，事唔好，發揮唔到好嘅八字表現啦。你知道自己命盤的話咧，就可以發揮得好好，工作可以表現得好好，財運可以改善得好好。所以我好想開呢個今次八字公開課咧，教識更加多人去知道八字，知道自己八字嘅優點同埋缺點，知己知彼，百戰百勝。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歡迎來到我們的超能觀察系列。我們今天迎來了一個全新的嘉賓，就是我們超能力學院的顧問鄭紅師傅。打個招呼啦！大家好啊，我係鄭紅師傅。好，當然我們很多老粉絲都知道啦，鄭紅師傅啊，也是當年《通靈之王2》的季軍啦，也是跟我們師兄同一屆比賽的，是嗎？係，我要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啊，風水。歡迎風水。其實 OK 㗎，因為咧嗱，我哋睇翻超能力學院咧，就純術數嘅咧係林學喎，但係林學如果佢冇加通靈嘅話咧，我覺得咧佢係攞唔到冠軍嘅，所以咧嗰一季咧就係因為所以咧通靈之王2咧，我係攞唔到冠軍嘅，因為你冇攞到通靈，你冇上到圖，因為風水師兄沒有給你開天眼。係，唔係啊，要揾得發明啊。對，要法明師傅。好 ，OK， 那其實呢，我們超能力學院上就是大結局嘛，應該鄭紅師傅應該有看過。睇咗啦，對啊，好精彩啊！你覺得這個環節的設計當中，和《通靈之王2》相比呢，是哪個會更難一些？我覺得咧，超能力學院咧比較難啲。為什麼呢？嚇，因為事關佢有啲環節咧，要揾啲物件啊、揾人啊，多過係比較上個範圍大啲。同埋係個數量難啲嘅，即係好似揾個嘉賓咧，個神秘嘉賓裏邊咧，哇喺嗰個礦場裏邊咧咁大嘅地方，難就難在仲要揾到嗰個帳篷，仲要估係咩人啊、歲數啊、係咩人物啊、什麼職業啊、係咩職業啊、係啊，有冇穿什麼衣服啊？係啊，有個參賽者呢直頭估到埋對鞋係卡皮鞋。皮鞋，哇！嗰度先難。你知道為什麼我們這一季設計這麼難？就是因為師兄參與進來了。係，就是我們超能力學院裡面，其中有一些環節是他設計的。係啊。對啊，講一講你設計的這個原理。其實咧，我呢一次嘅超能力學院咧，除咗係做導師之外咧，我基本上所有嘅環節咧，我都玩埋入去㗎啦，放鬆自己嘅心態啦，包括阿肥仔，知唔知？係啊，大家最多人而家見到我同我見面又，喂，肥仔急屎喎！呢樣嘢都俾你説埋出嚟。這裡我要補充一個點了，以前他很衰的嘛，因為他教我一個法門啦。嗱，喺呢度可以教大家啦。可以教一下大家，嗱，呢個真係好好用。一個竅門真係用啊！我哋有時候咧坐啲長途巴士咧，咁啊人有3急嘅喎。咁咧我哋道門咧有啲好民間嘅方法咧，又真係萬試萬靈，但係有啲邋遢。大家人有3急係小便啦。咁咧你又可以你用個劍指喺個左手度咧寫3個小字，寫3個小字，然之後咧攞條脷咧一吞翻入去，咁真係喎。引到起碼半個鐘，咁咧，但係有時要大嘅時候，你坐緊長途巴士啊，或者飛機要降落嘅時候啊，冇辦法啦，咁就寫3個大字，3個大字。我係試過㗎啦，真係科學實驗嘛，大部分時候半個鐘係冇問題嘅。即係如果半個鐘之後，我再寫多3個大字咧，又可以有半個鐘啦，拖多半個鐘。係啦，嗱，我呢度咧建議觀眾咧想試的話咧，揾啲消毒紙巾抹一抹隻手先，個手消一消毒先至再寫，要
哇，好似係風水教舐啊嘛，好多細菌噶嘛。咁我未講完嘅，對啊你啱先嘅問題就係話覺得超能力學院定係通靈之王邊個會難啲咧？咁梗係超能力學院難啲啦，因為唔係我玩啊嘛，沒錯咁係人哋玩啊嘛，梗係設計啲更加即係冇咁容易，淨係通過術數就估到嘅，可能係要需要一啲自己嘅直覺感啊，或者攞外應又好啊，又或者係通靈能力啊，兩個相結合咁樣咧，先能夠體驗到呢個超能力出嚟咯。那你覺得哪一個關卡比較難？有靈感官啊、風水啊、法器啊，包括決賽裡面的尋獎杯，你覺得哪一個？喺林學飛飛 MX 咧就總決賽倒數第二道題，即係辨別乩童呢個咧係幾難嘅。哦，喂，它的難點在哪？難點第一個啦，嗱，首先乩童咧係佢本嚟自己都係一個通靈人物嚟嘅。咁你通過普通嘅一啲術數去計嘅時候咧，其實係容易會受到一啲影響嘅。咁呢個時候你可能需要通靈啦。咁啊，係咪你通靈又能夠通得到咧？因為靈體都會呃人。嗱。鬼話連篇，係嘛？靈體梗係最中意我覺得法明老師之前也經常講到這個東西，係啊，就是師公告訴你的，鬼告訴你的不一定是真的。冇錯，所以呢一個去辨別嘅話咧，就係要你心水好清咯，可以望得到啊佢其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氣場嘅，咁呢個氣場係比較詭異啲嘅，或者係同其他人唔係咁吻合嘅時候咧，呢個嘅直覺觀感咧，你可以攞到出嚟嘅時候，其實就會即係估到呢個係乩童咯。但係喺一個咁難嘅地點，喺一個咁深夜嘅時間，喺一個咁混亂嘅人物，天地人都咁亂嘅時候，你去辨別呢個乩童咧，其實難度係加多咗好大嘅。對，那比方說，師兄他用這個通靈啦，或者說這個感受氣息啦，那如果是正弘師傅純術數類的，你是不是用這個起卦還是什麼八字？八字就得，我覺得咧乩童嗰度咧，反而覺得我覺得唔難喎。你係起卦係咪？唔使起卦啦，算八字啦。你好似通靈之王比賽二嗰陣時，好多時我都選那個選美小姐。係啊，我都用八字嗱。如果好似乩童的話咧，佢個八字咧一定係有通靈感嘅。係啊，你要靈異體質啦，所以變咗有5個哦。如果睇一睇邊一兩個，可能有呢一兩個都係有通靈體質嘅。啊，如果有2個的話咧，你睇睇佢個大運流年裏邊咧，邊一年會令到佢有啲通靈體啊，會有啲神靈啊，有啲咩上身啊，會有啲有師傅上身的話咧，喺個大運裏邊睇到嘅。我覺得反而係揾呢個乩童咧，反而最容易。那比方說，嗱呢次咧就真係特別嘅喎。呢次咧就揾乩童咧係冇人睇八字嘅，你知唔知啊？沒錯，就是都用神通感應外應。那比方說，像正弘師傅。什麼樣的八字，它可能是乩童的概率比較大？喺日元裏邊咧，係月日元或者丁日元咧，本身佢嘅先天命格裏邊咧，就有個通靈體啦。再加上個地支咧，有個巳字啊，即係嗰條蛇啊。哦，哎呀，你咪講緊我咯，我咪丁字咯。係咯，所以你咪係個大師兄咯。如果個八字裏邊十神啊，係偏印多的話咧，咁啊變得你學玄學咧係有天分嘅。我咪就係偏印佬咯。係咯，所以你攞冠軍，你攞冠軍咯。那你覺得這個比賽環節當中哪一個環節你認為是最難的？剛才師兄說是找乩童嘛，係。那你認為哪個最難？啊，我覺得係揾人物嗰方面最難咯。有個環節裏邊咧揾個嘉賓咧，真係幾難。5個位裏邊咧，仲要揾啱，仲要係估到佢咩人啊，咩歲數啊嚇，咁咩性質嘅人啊，嗰度最難。這個環節讓我想起來之前《通靈中2》猜那個嘉賓錢小豪的時候，反而我覺得這個對於師兄來說是比較簡單。每個人即係擅長嘅方向唔一樣，但係咧喺呢一度咧，我想搞下試嘅。喺正弘師傅裏邊，你睇咧，Lily 同維維佢哋兩個都通過咗嘛？你覺得邊個勁啲咧？啊，我覺得搞事的來了，係啦，搞事來了。維維同 Lily 咧，我覺得維維勁啲。為什麼呢？因為維維本身喺通靈之王1裏邊咧係贏咗噶嘛。係啊，咁啊 Lily 始終佢即係有個薩滿，咁啊所以我覺得啊維維係勁啲嘅。嗱，咁人肯定維維勁啲啦，但係喺呢個表現裏邊攞到嘅信息，你覺得邊個更勝一籌咧？Lily，嗱，我覺得維維係緊張咗，因為始終佢背住呢個通靈之王1嘅名，他有光環嘛，係啊，然後他有包袱啊，最去參加呢個超能力學院的話，佢就對自己有啲期待，即係唔好太過厚啦個名次，所以俾我覺得佢成個過程咧
緊張，壓力好大。但是我也覺得有點可惜，就是他沒有進入到最後的決賽。你怎麼看呢？嗱，首先有點可惜。咁樣講就好靚仔噶咯。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如果係得3個名額嘅話咧，就係阿發明2個。咁啊，導員老師又即刻搭飛機翻去嘅。咁啊，你話維維冇參加到係咪可惜咧？有冇可惜？咁我當然覺得係可惜啦，因為如果佢嘅呢個表現能力嚟講，同埋佢呢個氣場嚟講嘅話，佢決賽嘅話未必就係林學㗎啦。係，因為去到嗰個位的話咧，我信心會大好多，因為已經入咗賽啦嘛。好，我有答案。你有答案啊？係。OK。喂，但是我看評論了，有些人說不選慧慧，但是選 MX，你們作為導師或者說作為從業者，怎麼看待這個選擇？我一定唔會咯。我一定唔會咯，我係啊，所以我一定係會揀翻慧慧㗎嘛，係啊。你們兩個是都是一樣的。我都覺得揀慧慧，因為資歷同埋經驗上，同埋參賽比賽經驗上咧，慧慧已經係有，所以如果揀慧慧咧出賽的話咧，會信心會大好多。對，所以在這裡呢，我也想借着這個機會，向這個慧慧喊一喊話，希望就是說下一屆超能力學院2呢，你再來參加。係啦，我希望你能夠更好的一個表現。咁咧啱先講咗啦，阿秀雄師傅覺得即係估人係難嘅，我覺得估機同係難嘅，但係事實上，因為我係參與其中嘅，我覺得都唔難。最難係咩咧？最難係振雄師傅出嗰條題，喺我哋要喺二拉行嗰度咧揾出風水最好嗰個鋪頭，但係咧。我哋個鋪頭真係揾到，但係你要係喺嗰個鋪頭度裏邊咧揾到對應嘅接頭人講出嗰句説話，仲要獲得咗答案，真係好難。我覺得比通靈之王同埋超能力學院所有嘅題目都難。其實是為了給大家帶來更多的歡樂啦，因為也是相當於引出鄭紅老師這位神秘的嘉賓嘛。對啊，那其實我覺得剛才我們聊得很好，就是聊到了選手，聊到了環節。那其實我們看完我們的這個總決賽之後呢，我看到了評論當中啊，有一些這個聲音，我也想聽聽兩位的意見。比方說有一種聲音呢，就是說覺得菲菲好，覺得菲菲當年有你當年的影子。唔係，大家都想我贏嘅嗰陣時係因為至少有位。因為嗰陣時覺得你通靈之王啊嘛，咁你肯定你都贏㗎啦，係啊，大家都想我贏嘅，但係你啲學生都贏咗啊嘛。我睇到好多嘅評論係。我想風水贏，但係我亦都想林學贏，點解佢哋兩個咁掙扎咧？係啊，兩難，對啊。那你怎麼看待最後的決賽？菲菲和林赫兩個人就是找獎杯啊嘛。阿林學咧就我覺得佢一直係術數係勁噶嘛，佢本身標榜嘅術數勁嘛，但一直之後咧都可以用咗通靈嘅方法，係啊，有上銅啊，有上銅啊，所以變得咧我就唔係好明點解佢唔用最強嘅方法去。即係一路比賽最後咧。唔係，我覺得佢咧嗱，佢首先年紀比較年輕啦，跟住佢好尊重呢個節目。點解咁講咧？佢一直都係發明導師話俾我知係點樣嘅，所以我想聽佢嘅。冇錯，即係佢一直係好尊重佢嘅老師，所以佢想話。我想帶翻個禮物俾個老師，所以喺某啲位我覺得，所以而家學咗上銅咧，就即刻就喺度運用翻落去，用翻老師嘅方法。係啊，變咗一發明啦。咁啊嗱，我同你講咧，喺呢度咧，我亦都睇咗一個點，可能大家未必接觸過，但係我想解釋下嘅。佢喺啱啱去總決賽嘅時候咧，去睇下阿吳家樂佢嗰個觀音吊墜嘅時候咧，你有冇見到？阿梁思豪好，吳家樂話：哇，覺得地板喺度震啊！佢係咁喺度震，係喺度震啊嘛。個地一震喎。係啊。同埋都幾強添啊個震動。他在發抖，啲人以話係上龍，其實唔係㗎。我話俾你知，呢個係最基礎嘅狀態，叫咩？叫問米。問米啊！你見啦，你睇個問米就已經唔係上銅㗎啦，直頭已經係即係上身㗎咯喎。係啊，你有問過米嘅人就知道開始周圍震嘅。啲人話上銅唔係，呢個係問米嘅。其實我會覺得應該是當地的磁場干擾了他，因為 Kelly Castle 裡面其實很多故事嘛。咁因為問米咧唔係請神靈嘅，問米係請地下嗰啲鬼神，所以嗱，我哋見到一 part 咧，阿梁思豪同埋
阿吳家樂都好感動嘅。到一段畫面，個老奶奶好像對着我說，就是你要多吃飯，然後把身體搞好。其實如果俾啲時間俾佢，係佢嫲嫲啲嘢嚟噶嘛，慢慢就去到阿林學嗰度，就出嚟㗎啦，文米嗰個環節。咁會唔會林學就變咗聲之後咧，好似嫲嫲咁樣講嘅啫？係啊，有可能，所以加節目組冇俾到加時間落咁咧，會唔會？係啊，但是我覺得他自己也支撐不了了，因為他出去以後就暈倒了，冇錯。因為那個能量太大了，嗯他自己也扛不住。如果俾少少時間俾佢咧，佢可能就係一上嚟嗰個效果就真係完全唔同啦。對嗱，我同大家講下嚇，點解我嗰陣時我哋唔係喺背後睇住個 mon 喺度即係互相傾偈，對睇住佢哋應該知道發生咩事嘅。我嗰陣時係唔知道㗎。然後法明就衝上去了，有人說林赫暈倒了。係啦，跟住我就我唔知啊，我後尾係睇翻呢一集我先知嘅。那我想問一下鄭紅師傅了，就是假設啊，你作為第2屆這個超能力學院的導師，如果讓你去教我們的學員的話，你會教什麼呢？哇！如果我揀的話咧，我揀翻你要有一點吸引力喎，壓箱底的東西拿出來。係啊，對啊係啊，所以變咗我都係揀翻啲術數好啲嘅底嘅學員啦。術數係啊，像林赫啊，因為我又唔識去通靈，啊又唔會啲過法啊，咁啊變咗就真係有啲難啲嘅。就是所以說，有時候我也在想，我覺得師兄他是佔優勢的，因為他又會請神，又會術數。係啊，基本上他講什麼他都能夠講，又能講哲學。係啊，所以我從下一季開始，如果任可以俾機會我去參與嘅話，參與學員啊，參與學員啊，係啊，我會都教啲其他嘅嘢啦，譬如話係你哋中意聽嗰啲上方語啊、天語啊，更加多嘅西方嘅嘢。咁我哋覺得呢啲超能力學院先係一個完整嘅，我都要吐槽㗎。但是其實說到這個學術方面的問題呢，像慧慧啊，係，其實像韓洛啊，像其他一些呢 A 啊，呢類，我覺得都可以融入西方的一些係咯，文化，薩滿啊嘛。但是就是會因為導師他的專業度，來去引導他學習到東方的一些東西。冇錯，我覺得導師嚟講嘅話，應該更加多去包容所有嘅學術，因為其實冇第一最好噶嘛，只不過係運用嘅人係點樣去使用佢。唔係喎，Iris 已經係俾你改邪歸正喎，黑魔法都變得佢清除晒啲陰氣，等俾你灌輸啲陽氣入去咯喎，換晒成套白雪公主咁嘅款喎。其實我依家就話最緊要咧，大家係想睇係呢個係我哋俾劇情佢咧，定係真係咧？你睇翻佢依家做嘅嘢，佢依家嘅造型啊，同埋佢依家做嘅嘢同以前唔一樣咗。我覺得呢個先係即係話融入去生活對佢有幫助。係因為本身佢學緊都係啲黑魔法啊嘛，西方嘅嘢嚟噶嘛，而家你灌輸翻啲東方嘅嘢俾佢啊嘛。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的節目啊，在這裡多說兩句節目方面的一些初衷啦，因為其實我們更希望就是超能力學院和通靈之王2或者通靈之王1呈現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因為通靈之王它純粹是競技。比較競技，那我們超能力學院呢，其實是一個真人秀的一個成長，係培養。其實我們當中有導師的這個教育啦、陪伴啦，包括他們的一些經驗的分享，也會有學員他們自己的感受和心路歷程。那我希望能夠去傳導一種比較正能量的一種文化，無論東方西方啦，它至少是對於人有啟發、幫助、正能量的。非常感謝我們鄭紅師傅的參與啦，然後的話呢，也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個超能力學院的朋友繼續支持我們超能力學院的頻道，好嗎？下一季嘅導師有冇鄭紅師傅㗎？我希望大家能夠踴躍投票了。如果說喜歡鄭紅師傅，這個想要支持鄭紅師傅當導師的，請大家在我們的節目下方留言啦，好嗎？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更多的人去支持我們的導師了。那我們下一季呢，也正式開始接受報名了。如果有想要參加我們超能力學院第2季的朋友，也可以通過我們的報名鏈接進行我們的報名參與。那我們分為線下海選和線上海選2個環節了。那即使你在美國，我們也可以通過我們的視頻的這個渠道進行我們的海選。好，我們今天的超能力學院超能觀察節目到此結束了。好，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拜拜。